2018年6月23日，泰国北部一支名为野猪队的少年足球队像往常一样去训练。这是一支由一群11到16岁的男孩组成的球队，带队的是一名主教练和一名25岁的助理教练。一如既往的训练结束后，主教练和队员告别去带队其他球队，却在不久后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野猪队12名队员和助教却突然集体失踪。主教练训练结束后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惊讶发现孩子们家长焦急的未接来电已经堆满了屏幕。等人们真正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10天后。他们被泥水封在这洞口绵延将近10公里长的山体深处，头上是近1000米厚的岩石，前面是一条几乎全程被水淹没、最窄不到40厘米的黑暗通道。为了把他们救出来，泰国动员了超过1万名军警、潜水员、工程人员和志愿者，在山脚下昼夜抽水，总量最终超过10亿升，一度把整座山当成一个在漏水的水库来抽。但问题是，洞是淹的，被困人员不会潜水，返回出口要在水下走上好几个小时，外面还在下雨。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们还能活着出来吗？今天我们走进泰国睡美人洞，去一探在水下黑洞里进行的生死博弈。这里道阻且长，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教练诺帕拉特·坎塔旺是当时带球队的主教练，他得知孩子们过了好几个小时还没回家后，也开始尝试一个个打电话联系队员，但所有孩子和助理教练都联系不上。直到终于有一个孩子接了电话，是13岁的队员宋鹏·坎塔旺。他是在家里接到教练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教练训练结束后，他妈妈在球队结束训练时就把他接走了。其他队员计划骑自行车跟着助理教练一起去附近的睡美人洞探洞。教练立刻赶去洞口，结果看到了最糟糕的画面，洞口前整排都是孩子们丢下的自行车，说明人全都在洞里还没出来。一般来说进洞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去到这里探洞，按理说1个多小时就能出洞，但问题就出在这次探洞的时间点。这天雨来得比往年更早更急，他们刚进去不久，洞外就开始下大雨，洞口一直断断续续被季风雨倒灌，最前面的通道最先被水封死。等他们想出来的时候，出口已经成了只能潜水才能通过的水道，对一群少年来说几乎是不可通行的路。睡美人洞本不是一条能直走到底的观光洞穴，它是延伸在整座睡美人山体下面的喀斯特洞穴系，总长度接近10公里，路型是干段被淹断，干段再被淹断，这样反复的结构。部分路段甚至还要爬要钻。洞口其实有贴有告示，标明7至11月雨季不要进洞，因为里面会被季节性淹没，只是2018年这场雨来得更早。现在是6月下旬，以往还不是真正进入官方所示的雨季时间，这或许是他们判断进去看看没关系的原因。此时洞口因雨季的提前到来，已经开始有湍急的水流往里灌，洞一下子变成了十分致命的环境。就在几乎同一时间，泰国警方也在洞口附近找到了孩子们留下的背包和其他物品。但是除了靠近洞口这一小段道路，往里都没法搜索，因为进洞的水位已经高到彻底挡住更深处的通道。当地政府一边先行尝试搜救，一边紧急把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潜水员调到青莱，设立危机指挥中心，准备对这支球队实施更进一步救援。这时，一名英国人主动联系了泰方，说自己应该可以帮上忙。这位英国人叫弗农·安斯沃斯，是一位住在当地、长期在这片区域探洞的资深洞穴爱好者，对睡美人洞的洞系结构非常熟。这条洞就是他这些年一直在负责勘测画图。睡美人洞是泰国第4长的洞穴，从洞口进去大约1公里，就会在一个7字形的分叉分成2条路，从那里往里，全洞延伸超过10公里。他们最可能退到洞里比较高的位置去避水。弗农·安斯沃斯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运气。弗农·安斯沃斯原定于6月24日独自进入洞穴进行搜寻，但因现场状况十分复杂，安斯沃斯建议泰国政府请求英国洞穴救援委员会的协助。他亲自帮泰国方面对接了英国洞穴救援委员会，让英国最顶尖的洞穴潜水员约翰·沃兰腾和查德·斯坦顿第一时间答应并准备飞到泰国加入搜救。约翰和查德是一对合作多年的潜水搭档，彼此信任度非常高，过去一起执行过很多次洞穴救援和遗体打捞任务。现在全世界开始出现新闻快讯，12名少年球员和他们的教练在泰国洞穴失踪，问题是没人知道他们到底爬进去了多深。25日，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最先进入洞中展开搜救，但洞内水极度浑浊，即使打开强光灯都无法看清水下方向，搜索被迫在暴雨加剧后中断。27日，来自英国洞穴救援委员的资深洞潜专家抵达，
他们同时带来了专门用于洞中通讯的黑风无线电系统，并开始重新铺设引导绳线。随后救援规模迅速扩大，美国空军特战队抵达，提供空地协调与技术救援支持。29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特勤潜水组也加入搜索。随后7月1日，来自中国平安基金会的潜水队也抵达洞口参与作业。到这时，救援队已从地方力量扩展到多国顶级洞前军方与专业救援单位的联合行动，整个洞口变成了一座持续运转的国际救援指挥中心。虽然每天都有新的专家抵达青莱，但大家都担心，等到真正能深入洞穴深处的专业洞潜队伍准备好时，可能已经太晚了。因为即使孩子们还活着，他们很可能已经吃光所有随身能吃的所有东西了，毕竟他们一开始只打算进去1个小时而已。与此同时，外面的暴雨不断，洞里的水位越涨越高，救援行动的结果不是越救越深，而是泰国海豹部队能推进的距离反而越来越短。2018年7月2日，此时已来到失踪后的第9天。其实这时候救援人员心里都已经在做最坏的准备了。等被弗农安斯沃斯邀请的2位英国洞潜员到了以后，现场人员很多反而心存质疑，因为这些英国人看起来也都不年轻，跟军队的潜水员比起来，外表也不精英，他们难道能做到海豹部队做不到的事吗？其中一位参与救援的英国人后参与访谈时说，军人再强也没在洞里作战过，洞穴这种特殊的空间感、路线判断，是我们长期洞潜的这些年才磨出来的。约翰洞潜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 IT 顾问，而查德斯坦顿以前是一名消防员。但就是这2位外表普通非军方背景的潜水员，却具备了最适合这次任务的技能组合。因为这条洞不是一直在水下那种，看过我之前介绍克鲁贝拉洞穴的也有所了解。这种洞穴是有的地方要潜水，有的地方要步行，有的地方还得只身爬行，何况现在外面还下着雨。再加上睡美人洞的能见度非常差，很多地方更是伸手都看不到自己手掌，你只能摸着洞壁往前找路，有时甚至还要逆着水流往里爬，因为有些地方水会一直往外冲，看不到洞壁，只能顶着水流往前挤。查德和约翰就这样一段一段往里推，边走边放引导绳。首次的前行特别难，尤其是逆流往里，水流强到什么程度？据他们后来回忆说，根本不可能靠游泳穿过长距离的逆流，所以只能整个人趴在洞底，用手在沙石里抓着往前拉被冲击的身体，一点一点推进，这是唯一能前进的方式。他们在前方带路，等他们在某一段把引导绳放好之后，后面的其他潜水员就能拉着绳子走，方向也比较不会迷失，但仍然很吃力。他们这一趟的目标是洞里一个叫巴提亚海滩的高位大空间，这里地势比较高，有可能是孩子们退守的地方。但还没走到这里，约翰和查德就不得不停下来，还是因为外头雨越下越大，逆流越来越强，长时间搜寻使他们体力耗尽失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暂停深入，但水位变化直接决定孩子能不能撑下去。泰国海豹部队没有停，他们在洞里第3号洞室架了一个长期营地，这里够大，没被水淹，可以堆装备放气瓶，让潜水员进行休息。同时还有大批志愿者得知此事后加入到搜救任务中，包括前泰国海军海豹资深潜水员萨曼库南主动回来帮忙。外围的团队则一边改河道一边找其他洞口，同时用水泵把洞里的水尽量往外抽，能做的全在做。为了排水，救援队甚至建造了一座石头分流坝，并安装了排水系统，将水持续泵出洞穴，并减少进入洞穴的水流。这个系统每小时大约从洞穴中抽走160万升的水，以致周边农田被淹。此时已经超过72小时，还没有找到任何生命迹象。当地人还是抱着希望，尤其是孩子们的家人们，觉得孩子肯定还活着。随着天气稍微好一点，英国2名志愿潜水员又开始往里面推，这一次是整个搜寻过程中最长的一次深入，目标就是抵达巴提亚海滩。他们费了很久很吃力的潜水，终于到了这个高位的大空间，但令所有人失望的是，他们并没有看见孩子。照理说到这里，如果没有找到孩子们，就该回头了。因为洞潜有一个基本规则，用气瓶1/3的气进洞，1/3的气用来出洞，剩下1/3作为备用，以防万一。但他们已经至此超过这个安全线了。就算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再往里多看一段，再放更多引导绳。结果他们一入往里，探寻距离超过原本的目的地2倍多的距离，在一处等头露出水面的地方，突然看到光亮并听到声音。约翰游了过去，并打开了摄像机，里面就是全世界都在期待的那13个人。更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全都健在。约翰激动地说，很多人会陆续赶来，我们是第一批，而且还有很多人在外面等你们。
而此处距离洞口有足足4公里。第二天，有3名泰国海豹潜水员潜进去，负责留在此处照顾助教及孩子们，并一起等后续救援。这个画面隔天通过新闻媒体被全球看到，外界一片欢呼，觉得找到人了就行了。但真正参与的救援人员心里都明白，找到被困人员其实反而是救援过程中最简单的那部分。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把13个不会潜水的人从一条距出口4公里多段完全淹没、零能见度、最窄处只有40公分左右的狭缝水道的洞里运出来。连专业潜水员都要花费6小时溺水进去，5小时随水流出来。于是现场开始设计各种救援方案。现场作业人员一边疯狂抽水，想把水位再压低些，一边讨论是否可以临时教小孩潜水，带领孩子们一小段一小段游出来。还有人提出在地表对应位置打竖井，搭建营救电梯，类似2010年著名的智利矿工事件那样，把被困人员拉上来。也有人提议先不断往里面送入尽可能足够的食物，等10月份雨季过了，水退了，直接让他们走出来。甚至连埃隆·马斯克得知此事后，特意让工厂做了一个儿童尺寸的小型潜艇想送进来。但现场救援队评估后回应说，这条洞的弯道太刁钻，通道太窄，硬壳潜艇在其中根本无法使用，所以不予采用。马斯克还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大吵了一波。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可选的方案，越是靠近现场的人越是知道，每个都不现实。如方案1，教孩子潜水，被困的孩子里面有的根本都不会游泳，而且大家已经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体力也在下降。况且这条洞不是开放水域，里面是全黑的，有的路段甚至要拆掉气瓶面罩，要挤狭缝，要游过逆流。只要有一个孩子在潜水过程中恐慌，就必定遇难。方案2，打直井建设营救电梯的想法也几乎不可能。著名的智利矿工事件中的那次救援是从发现后接着开始打竖井，直到打通共耗时7周。而这里孩子所在的地方距离地表将近1公里深，中间还有大段的实心岩，估计很难打通，就算打到了也不一定能精确打在孩子所在的空间。漫长的时间让成本和风险翻倍。方案3，等雨季结束再出来更是不行。封闭的洞里氧气浓度已经掉到了危险值，再撑几个月肯定是撑不住的。而且现在才雨季初期，接下来几个月侵入的雨水可能把他们现在这个勉强安全的高地也淹掉。也就是说，所有稳妥一点的方案都被否定掉了。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一个令人悲痛的坏消息：前海军海豹志愿参与行动的萨曼库南，在其中一次往洞里运送气瓶和物资的途中，因为缺氧牺牲。他的同伴在水里发现他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记非常重的打击，同时也再次提醒所有人，连最熟练的潜水员在这条洞里都有可能出事，更何况是孩子。最后一个疯狂的救援方案被提了出来：如果让孩子们全身麻醉，在昏睡状态下靠专业潜水人员像运送物资一样将其一个一个拖出去，是否可行？查德·斯坦顿这时找到他的一位老朋友，澳大利亚的麻醉科医生理查德·哈里斯。这位医生同时具有超过30年的洞潜经验。理查德·哈里斯听到这个方案后，一开始是反对的。他判断这个方案的存活率非常低，在完全没监护设备的洞里昏睡，然后在水下拖几个小时，而且还要麻醉。全世界之前没有这么干过，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导致溺亡。但他还是最终决定飞到了泰国。真正说服他的并不是评估的风险变小了，而是现场已经拿不出比这个更好的方案了。接下来现场救援组建了一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洞潜医疗小队。2018年7月8日，行动正式开始。指挥部给自己留的窗口其实只有3天，再往后雨情可能变差，洞里水位可能再涨，孩子待在洞里的时间也越长，感染、脱水、营养不良都会放大，所以他们必须在这3天之内把13个人一批一批拖出来。孩子们要先换上潜水衣，然后先后被打进2种镇静麻醉药物，进入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接着给他们戴上全罩式的潜水面罩。这种面罩是有正压的，也就是说，就算面罩留有一点缝隙，面罩里的气压也会往外挤，把水挡在外面，阻止灌满面罩。同时，孩子的双手会被绑在身后固定住，避免在水下乱挥打到面罩或影响到救援。他们的胸前会绑上一只充满80%氧的气瓶，这样同时可以让头维持在一个不会把呼吸道压死的位置。最后，再用绳索把孩子固定在带领他的潜水员身上，避免在零视线长距离的段落里把这个孩子弄丢。从这一刻开始，这些孩子的命就真的握在潜水员手上。一旦面罩被撞歪，只要有水进去，或是孩子意外醒来挣扎，就是100%溺水而亡。如果遇到洞穴干断怎么办？
因为此段落必须要走路，救援队就把孩子放到担架上，抬到下一段要潜水的地方，然后再下水。因为全程时间太长，穿过这条水下黑洞单程需要至少3个小时。第一次打的药无法撑到最后出洞，所以潜水员还得在救援过程中水下狭窄通道里给孩子补打预先装好的镇静药。运送期间补打药剂13次之多。运送路线十分艰巨，有的段落是 T 字形转向，有的段落洞顶很低，需要先把孩子往前推，再把气瓶拆下来单独传过去，最后再装回孩子身上，等通过了狭窄段，再恢复成完整的拖行姿态。一路上潜水员其实还在担心，万一哪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没撑过去，整个营救任务的道德压力都会瞬间压过来。外界会质疑这个营救方案的合理性，甚至会谴责参与救援工作的每个个体。但当第一批的2个孩子顺利被送到第3号洞式营地，大家一下子便有了信心。这个在外人看来疯狂的方案，或许真的有机会成功。从第3号洞室开始向外的阶段，外面的人已经通过抽水把水位控制得差不多。泰国海军和志愿者在此处接手运送过来的孩子，用担架一路把他们送往洞外。等候在外面的媒体将救援画面第一时间传送出来。北泰报道已有至少4名男童被送出。直升机螺旋桨声在上空盘旋，救护车一台接一台开走，一路封锁，保证救护车开往医院。第1天救出4个，第2天又救出4个，第3天准备把最后4个孩子加上助理教练一起带出来。本来流程都很成熟了，结果在接最后一个孩子时出了问题。这个孩子是里面体型最小的，这导致正压面罩怎么都贴不紧，不管潜水员怎么压，边缘都有比较大的缝隙。他们只好换成本来不想用的小儿童面罩使用，但仍不合适，无法真正贴合。他们尽量通过绑紧固定面罩，然后就只能带着祈祷往外走。最后洞外所有人等来了久违的那句话，所有人已经全部离开洞穴。这场几乎不可能的救援，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冒险，但它确实成功了。但这场成功是有代价的。除了所提及的志愿潜水员萨曼·库南在行动中牺牲，另一位参与救援的泰国海军海豹队员贝鲁特·帕克巴拉在行动过程中感染了血液性疾病，一直伴有后遗症，在1年后去世。也就是说，这次行动最后有2名泰国海豹队员把命留在这次救援上，他们也象征着泰国方面和志愿者在这次行动里面不计代价的投入。事后估计，这次事件中有1万余人参与了救援工作，包括100多名潜水员、100个政府机构的代表、900名警察、2000名士兵和众多志愿者。设备包括10架警用直升机、7辆警用救护车和700多瓶潜水气瓶。救援过程中，其中超过500瓶同时在洞内使用，剩余200瓶在外面排队等待加气。还有超过10亿升水，相当于400个奥运标准泳池的水被排出。虽然一开始泰国军方和英国潜水员之间对各方都有一点怀疑，但最后双方是高度互补的。泰国第一时间就把它当成全国性的救援，把军方、工程、医疗都拉到洞口来，又开放让英、澳、中等这些世界最懂洞潜的专家进来设计方案。最难得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媒体在直播，全世界都在盯着看，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这条技术难度最高、准备量最大、救援风险最难控制，但能控制在雨季窗口里完成的方案。如果你也对人类边界的拓展充满热血，欢迎点赞、订阅，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继续追踪人类探索进程的每一步。这里是 CUS 卓视，用视觉解码属于人类的浪漫。我们下次探索之旅再见。